江秋水，你这个蛇蝎毒妇，别在我面前惺惺作态！世子，我若非与谭木侯府门第，我又怎会与明月错过一生？宋琦，你以命偿还，活该！大小姐，您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！明月侯府宋世子那是何等尊贵的人物！快，江大小姐，进了这红帖，您就是尊贵的世子夫人了。全京城的女人都羡慕您这门天赐的缘分呐！我与宋世子从未相识，何来缘分？这全京城都知道宋世子，我们府里有2位小姐，你们怕是弄错了吧？可侯府那边说的就是江家大小姐江秋水啊。其实媒婆不知道，宋琦看上的是我庶妹江明月，是庶妹怕父亲责罚，冒了我的名字在外面行走。上一世宋琦恨我拆散了他和庶妹，无论我如何拼命讨好，如何做他的贤内助，换来的只是亲近。这一次我会拨乱反正，让宋琦和庶妹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方才为何那样说？女儿说的也是实话。听到媒婆话里话外，宋世子像是对女儿十分有意似的。可我和他素未谋面，弄错了也是有的。再说，明月那丫头喜爱热闹，整日偷偷跑出去玩，说不定她怕爹爹责罚，冒我的名字结识了宋世子呢，倒也不无可能。那一会儿我把她叫来问问。其实2、3句就能说清的事，何必蹉跎一时？听说宁远侯世子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，侯府又富贵显赫，这么好的亲事正配得上你。娘，我知道你慈母心肠，为了我的亲事费心，明月嫁过去也是一样的。做侯府宗妇可不简单，光能干都不行，还要稳重贤淑，事事操劳。你妹妹那个性子，哪里适合？明月只是活泼随性的过了头，顶多有些轻浮，但没什么大问题的。上一世母亲给明月找了个中人家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却平稳幸福。反观我，在侯府表面风光，实则受尽冷暴力与折磨。既然世子喜欢明月，娘你又何必担心？不如把明月叫来，问问她的意见。去，把二小姐叫过来。母亲，其实上元节那日，女儿是假装胃疼，说要回房早睡的。实际上是见外面热闹，女儿就偷偷跑出门游玩了。我就是在那时偶然结识了宋琦，我们一起猜谜抢花灯，后来还喝了顿酒。母亲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您千万别告诉父亲。母亲，我错了吗？你呀，胆子太大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让人知道你的名声就毁了。你竟还敢冒用你姐姐的名字！母亲，我真的错了，姐姐对不住。前几日我已经被父亲罚抄女则100遍了，这要是再被罚，我的手真的要累断了。姐姐你这么好，你心疼心疼我吧。我倒是无妨，可那宋世子却上了心，他已经找人来提亲了。江二小姐，你可愿嫁他？不至于吧？我就知道你满脑子只想着怎么躲避父亲的责罚，压根没想到定亲成婚这一层。至不至于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姐姐，那便是宋世子。江小姐，多日一别，身子可还安康？还好。在下到底该如何称呼你？江大小姐还是江二小姐？看来他是特意来确定明月身份的。我是江二，江湖行走不能以真名示人，世子是道上人，该懂我的意思。是，二小姐说的极是。如今看明月的样子，应该也不讨厌他。这次总算是两厢情愿，珠联璧合了。我这几日偷偷派人去侯府那边打听过了，听说宋琦的母亲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家里正闹着呢，说是不能坏了规矩。我当然能理解，上一世我和宋琦的婚事顺利，是因为我是家中嫡长女。宋夫人不仅是挑儿媳妇，更是要选出一门宗妇。你妹妹也不是不好，就是不太适合。母亲别多想了，适合又如何？如果讨不得夫君欢心，也是终成怨谋。如今宋世子既然喜欢明月，就看他到底多有决心了。那宋世子在家绝世相逼，宁远侯府才同意了这门亲事。要高价可以，不能再不着调，只顾着玩乐。姐姐，你说真的要嫁给宋世子吗？他家里的事儿是不是很多啊？你喜欢他吗？不讨厌，他挺有趣的。宋夫人贤明远播，你肯学的话，应该没问题。也是，我这么聪明。别偷懒了，继续看书。婚期太紧了，姐姐还没出嫁呢，妹妹都要嫁人。我不急，妹妹有好姻缘，自然要把握住。宁远侯府也不知道急什么，好像生怕你妹妹跑了似的。也许是宋世子太喜欢明月了，迫不及待要定下婚事。
明月出家那日，我搀扶着她出门，宋琦穿着一身新郎红装，满面喜色。她的眼睛在我身上停留了一下，似乎比上一次要久一些。你的气色不错，这么看我就放心了。姐姐别打趣我了。想起我上一世三朝回门是我独自人回来的，那时宋琦街头公事繁忙，连门都没进。那日的辛酸苦楚，我只能和着眼泪往肚子里吞。明月，过几日我要去金陵外祖家住上一段时间。啊，姐姐要去金陵？我还想着请你去侯府做客，让你看看我如今住的院子呢。而且我让姐姐帮我出主意呢。你如今是宋家夫人，何必要别人给你出主意？家里你想怎样便怎样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总觉得他这话里有话。世子，你弄疼我了。就算他真的想起了前世，那又如何？他和明月婚姻已成，既然世子这么疼惜二妹，那侯府的家事我就更不好伸手了。去金陵的事是我早就计划好了。难不成宋琦也想起上一世的事了？大小姐，您真要在这时候走？不去不行。外祖父已经致书，如今在金陵只剩写诗作赋这点爱好了。可文人聚在一起，最容易出乱子。世子，求求您救救外祖父！那本诗歌他只是参与编纂，那首诗根本不是他写的。他老人家已经气势有余，受不住牢狱之灾啊！求您在圣上面前宽容一二，不要让祖父下狱。江秋水下辈子当牛做马也会报答您的感情。这家犯的是大不敬之罪，越是此事，越要大义灭亲，一视同仁。你祖父和写反诗的人相交，已经是大不敬之罪了。大小姐，外祖家虽然亲厚，可京城才是您的根。宁远侯府如今和咱家成了姻亲，您这一走半年一载的，外人还以为您在家里受了什么排挤，或者是怕了那侯府的权势呢。怕，我是怕，我怕自己再多留一日，就会眼睁睁看着江家和季家再次被那所谓姻亲吞得骨头都不剩。宋琦，你亲口答应过我会求情的，为什么祖母自尽了你才来？为什么舅父丢了官，你还要查抄他的家产？这可是我亲舅父啊！正因为是亲舅父，本官才更要避嫌。若本官轻饶了季家，满朝文武会如何看待本官？这徇私枉法的污名，我宁远侯府担不起。他只是写了几句感怀先贤的诗，他老人家70岁了，他懂什么毛逆？当时我伤心欲绝，却无能为力。身为孙女，身为家人，不仅不能守望互助，还因为这层裙带关系，让祖父的处境更加不堪。最后祖父病死狱中，祖母也跟着去了。舅父为了救人散尽家财，最后还被剥了官皮。他凭此博尽了美名，却让我母亲大病一场，从此再也不踏入我家大门。这一次回金陵，我要亲自去断了那些祸根，阻止外祖父再次陷入危险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拿季家人的命当垫脚石。大小姐，夫人说去金陵的路途遥远，让奴婢再多备2床软被，行李已经装了3箱了，您看还要带什么？不必了，此一去少则半年，多则1年，金陵那边什么都不缺，只要把该带的人带上就行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这个时间，他本该在陪明月。见过妹夫。路窄风大，妹夫若是等明月，他这会儿正在母亲房里说话。为了躲我，你竟然要去金陵？妹夫说的什么话？我好像听不懂。你是明月的夫君，我是江家的长女，你我之间何谈躲字？没事的话，我先回院子了，明月一会儿就回来。妹夫还是多心疼心疼自己的妻子吧。秋水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也想起了一切，不然你怎么会提醒媒婆让她把名字换过来？你早就预谋好了要让我娶明月，对不对？妹夫议政得厉害，回头别忘了去看看大夫，开几副清心的药。你，他刚才竟敢对我说那种话，简直荒谬。他是不是以为自己那张脸是金子做的，全天下的女人都得围着他转？以为我是为了避开他才去金陵？哼，他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这种自作多情的脸面真让人作呕。大小姐，夫人说晚膳备好了，让您和世子2小姐一同过去，去告诉母亲，我方才吃坏了肚子，身上乏力得很，看见食物就恶心，晚上我就不出席了。面对着那样一张脸，我怎么吃得下？宋琦他不傻，听见我这话自然能懂我的意思。这种人，哪怕和他多待1刻钟，我都觉得要窒息。后日的行程绝不能改。我的秋水呀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让外祖母瞧瞧，在京城有没有受委屈。外祖母，秋水想死您了。你这丫头，这一走就是好几年，如今出落的越发标致了。秋水，这次来了可不许急着走，舅母连你最爱住的那个院子都重新修缮了，你得在这儿多住些日子。就是，表姐，你要是敢走，祖母怕是要拿拐杖敲断我的腿。既然舅父舅母这么说了，那秋水可就不客气了。
等我住久了，吃穷了季家，您各位别嫌我就行。混说什么？你这皮猴住一辈子才好呢。秋水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是不是京城那边有什么挂念啊？外祖母，我是在想，外祖父可是咱们大齐有名的大文豪，我这回离了京城的繁文缛节，倒想趁机跟外祖父多读点书，修身养性呢。哦，你这丫头竟然转了性子，想读书了？正是，外祖父满腹经纶，秋水不才，愿执弟子礼，日后还请外祖父不吝赐教。多读书没坏处，还是你这丫头有眼光，知道你外祖父满腹经纶，不像季轩这臭小子，见着书就头疼。表姐，你疯了！老爷子教起书来可比夫子还严，你自求多福啊。那是自然。老太爷，这诗集要是印出来了，金陵的文人们怕是要把咱家的门槛给挤崩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自然，卢才子李大人的诗稿皆在其中，可谓是字字珠玑啊。外祖父，您快看这一句，这句旧主功过凭谁说？唯欲荒冢对斜阳，明显是对先帝不敬，字里行间透着讥讽之意。您学富5年，难道会看不出来？秋水啊，写诗嘛，总有些感怀之词。卢才子那是老夫多年的好友，为人孤傲些是有的。说他不敬先帝，这不至于吧？外祖父，眼下朝中虽然太平，无人在意这等文人牢骚，可若是过几年被有心之人翻出来呢？您是个好好先生，顾念同袍情谊，不爱得罪人。可那位卢才子呢？李大人呢？他们这笔杆子下面压着的，可是咱们季家几十口人的命。你这丫头危言耸听了。危言耸听，往小里说，这叫不敬先帝，是大不敬；往大里说，若是有人借题发挥，说你们这是对现如今的朝廷不满，想要借古讽今，意图谋逆呢。陛下正值盛年，若是想找个由头速触朝野，这不就是个现成的把柄吗？外祖父，您的诗是没问题，日后若是说不清楚，谁能保您？您当了这么多年官，宦海沉浮，难道还要孙女我这个后辈来提醒吗？老太爷，大小姐虽年轻，但她看事极准。如今陛下最忌讳文人结党借古讽民，要是这诗集真传到了京城御史手里，季家这几辈子的名声可全完了。可老夫已经答应了卢兄和李大人，若是此时退出，岂不是成了一个背信弃义、畏首畏肘的小人？老夫这脸往哪儿放？外祖父，面子重要，还是全家上下几十口人的命重要？罢了，你去回了卢先生他们，就说老夫近日偶得佳句，想先把个人的诗集整理出版，这合刊之事，老夫精力有限，顾不上了。走，你这丫头主意大得很，老夫管不了你。往后没老夫批准，你不许再踏进这书房一步。那孙女儿便遵命了。表姐，你可真厉害！我爹说外祖父气得胡子都翘了，却还是乖乖去得罪那几个老顽棍了。得罪几个老友，换来一家平安，这买卖我认为很值得。上一世的我，此时已经嫁入侯府。这领口绣歪了，重新弄。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秋水，这月银怎的又超支了？你这宗父是怎么当的？表姐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在想，这般闲暇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，真是极好的。大小姐，您瞧瞧，这还没到半个月呢，奴婢瞧着您这脸蛋都圆了一圈，连腰身上的新衣裳都紧了不少。外祖母恨不得一天喂我8顿，再加上没人在耳边冷言冷语，心宽体胖，自然胖得快。哟，表姐，正吃着呢，来，给你引荐个金陵的名士，就是这位宋大人。宋玉，你平日里在衙门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一见我表姐，这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？见过江大小姐。哈哈哈哈哈！表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位宋大人可不是旁人。宋玉，别愣着了，论起来你们可是正经姻亲。喂，你哥娶了我妹江二小姐，你们是姻亲啊？这以后得叫嫂嫂还是叫姐姐？宋玉，竟然是他，宋琦的胞弟，那个在前世永远站在暗处无声守护我的人。谁能想到，这位日后的封疆大义，此时竟这般青死。季兄，衙门口那家德生斋刚出锅的云片糕，我想着你爱吃，特意绕道买来的。老子从来不吃甜的，你认识我3年，不知道吗？表少爷，宋大人这是心意。不过奴婢记得，咱家大小姐倒是打小就最爱吃这一口云片糕。季师伯，听闻您雅好笔墨，晚生偶然得了一方胭脂红的端砚，特来孝敬。胭脂红，老子这胡子都白了一半了，用这么花哨的颜色，是不是太浮夸了？爹，您这就不知道了。前2日我在古玩店上，表姐盯着这方砚台看了半天。宋大人怕是记错人了吧？舅父，
既然宋大人有心，您便收下吧。若是您嫌花哨，借给外甥姐102天便是。宋玉啊宋玉，你这笨拙的法子，倒真叫我不知如何是好。秋水啊，这宋家的二小子最近跑咱季府的大门，跑得比去衙门点母还轻快啊！外祖母，咱们两家本就是姻亲，他是明月的亲小叔子，宋玉他大概是受了侯夫人的嘱托，所以才客气了些。客气？你当老婆子这双眼睛是摆设，那小子的眼珠子都粘在你身上拔不出来了。每次看你的时候，那眼神烫的都能把冰给化了。罢了，这小子，老婆婆我暗中观察了2月，也算是一表人才。年纪轻轻就是官绅，虽然他无法继承那长宁侯府的爵位，但你听外祖母的一句话，次子的责任少，上头没那么重担子压着，这日子呀，反而过得更逍遥呢。季轩，你过来。祖母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是不是宋玉那小子又哪里做错，惹您老人家不痛快了？你去跟宋玉说，他打的什么主意，咱们季家心里有数。但他若是真想求娶，就正正经经找个媒人备好了礼，去京城江家找亲家公提亲。咱们季家的女儿闺玉可是很宝贵的，不能由着他在这儿不明不白的送东西。祖母英明，我就说那小子怎么天天给我塞东西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成，孙儿这就去。估计他听完这话，得激动的从马身上摔下来。表姐，你没瞧见宋玉那副傻样？我把祖母的意思一说，那小子正喝着茶呢，整个人吓得一哆嗦，激动的差点从椅子上栽下来。当真？他平日里在官署不是最稳重的吗？稳重？他那哪是稳重，那是憋得紧。他缓过神来，连衙门都不回了，回屋就开始研墨，说是要连夜修书回京，让宁远侯夫人赶紧准备，要把提亲的场面办得天大。大小姐，瞧瞧，宋二公子这是恨不得明天就把您娶进门呢。大小姐，算日子媒人也该到了，可刚才奴婢瞧见一匹快马停在门口，那人好像不是媒人。江秋水，我倒是低估了你的手段，你就这般执着于我，为了能进我宋家的门，为了能日日见到我，你竟然不惜嫁给我弟弟。宋琦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凭什么要为了你牺牲自己后半生的幸福？就凭你这张脸是金子做的吗？宋琦，你到底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和你成为亲戚？江秋水，承认吧，你故意让明月替你，不就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吗？现在又要嫁给宋玉，这种欲擒故纵的戏码，你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？哦，妹夫既然是这样想的，那不如让表弟也来听听妹夫的高论。宋琦，你在这发什么疯呢？季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我在这纳凉呢。我若是不在，还真听不到宁远侯世子居然这么有脸面。我表姐和宋玉两情相悦，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他执着于你，让人根本听不懂。你倒是当着我的面给我好好解释一二。我只是……宋琦啊宋琦，你是不是以为在这金陵城里也能由着你只手遮天？妹夫，方才的话到底是何意？难不成你对我秋水表姐有意见？季轩，你莫要断章取义，我断章取义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是宋玉要成亲，又不是你宋琦成亲。你一个做大脖子的，风尘仆仆跑到金陵，避开旁人来找弟媳，是否太过唐突了？这若是传出去，我表姐的闺玉还要不要？你如今若是不把话说清楚，我少不得要请出我父母祖父母，连夜写信回京，请我姑姑姑丈亲自登你宁远侯府的门，找宁远侯一起分说清楚，看看你们侯府是何等家教。表弟，莫要着急，妹夫好歹是侯府世子，应该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哦，那表姐你说他是何意？他一个大脖子跑来对弟媳冷嘲热讽，怎能这般无礼？他这般做派，是欺负我们金陵季家无人吗？表弟，你莫要这般疾言厉色。妹夫千里迢迢赶来，应该是替侯府来的，想问问我有何需要，好回去备弹聘礼，是吧，妹夫？怡姐，我可以和你单独聊聊吗？那可不行。虽说咱们是姻亲，可你如今是二妹夫，我表姐是待嫁之分，这青天白日的孤男寡女，传出去成什么样子？是啊，妹夫，这不合规矩，有什么话当着我表弟的面说便是。若实在不便，那就请回吧。好，江秋水，若是你非要如此决绝，日后若是有何后果，你便自己承担。呸！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。表姐，你瞧瞧他刚才那个眼神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不对劲，表姐，他刚才那话里话外，他不会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对你也有意思吧？这简直是丧尽天良，连自己亲弟弟的未婚妻都要抢，真够不要脸的。不行，这宁远侯府的水太深，这宋家的人没一个正常的。依我看，这门婚事不如作罢，咱们退婚。表弟，你先冷静，宋玉不是宋琦，
可那宋琦是个疯子，他要是日后借着身份纠缠你怎么办？宋玉如今在金陵为官，名正言顺。成婚之后，我会陪她在金陵生活。京城虽繁华，却也是是非之地。只要留在这里，天高皇帝远，我们短时间不会回到京城去。我算过，宋玉在金陵为官，少说也要数年。上一世，我是说，依照他的政绩，直到侯夫人过世前，他应该都会留在金陵。在这儿，我们大可以生儿育女，过自己的小日子。等将来真到了不得不调回京城的时候，兄弟也能分家，自立门户。我和宋琦根本没有打照面的必要。此人脑子有疾，想一出是一出。表姐，说句掏心窝子的，明月那个性子，嫁给这样阴晴不定的人，当真无爱吗？明月是他当时绝世相逼，费尽心机才求娶回家的。婚事已成，只希望他看在当初那份执着的份上，懂得何为珍惜。大小姐，京城来信了，老爷和夫人催您赶紧回去呢，说是要筹备大婚的各种事宜了。我们姐妹俩，一个嫁兄，一个嫁弟，在外人眼里，这叫亲上加亲，双喜临门。你这孩子，这才住了多久？老婆子还没疼够呢，这就要回去了。外祖母，秋水也舍不得您。母亲莫要烦恼，等秋水嫁了人，就长长久久住在金陵了。正是正是，瞧我这记性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好孩子，这一路上受累了吧？快让娘瞧瞧，在外头有没有吃苦。你外祖父和外祖母在金陵可都还好，身体可还硬朗。母亲放心，外祖父和外祖母身子强健着呢，每日里写诗作画，精神矍铄得很。舅父和舅母也将他们照顾得极好，您就别挂心了。阿弥陀佛，那便好，那便好。老人家身体康健，我这做女儿的在京城也就安心了。没想到你这次去金陵，竟然还有这番缘分。那宋家二公子宋玉，我与你父亲先前也是见过的，确实是个端正温良的好孩子。如今明月嫁了宋琦，你又要嫁给宋玉，以后你们姐妹俩同在侯府，妯娌之间互相照顾，倒是也有个帮衬。母亲说的是，不过侯府有明月顶着就好，女儿倒是个波澜性子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，不必多礼。多日不见，你这孩子出落得越发标致大方了。我们家阿玉这几日天天在心里念叨你，生怕你在路上受了委屈。多谢夫人挂念，秋水一切都好。稳重性子内敛，往后有你在他身边，我这做母亲的是千万个放心。上一世我嫁给宋琦，虽然宋琦冷落我，但婆母却待我极好。夫人放心，秋水定会与宋二公子举案齐眉，不负夫人厚爱。明月成婚半年，倒是比在家里时稳重多了，还是亲家母教导有方，规矩是学了些。前世的明月是一只关不住的百灵鸟，如今这侯府的高墙，终究是压住了她的灵气。姐姐，刚才在婆母跟前，我真怕自己说错一个字。我听说了，你在金陵碰到了我那小叔子宋玉。见了几次。宋玉的人品在京城也是有口皆碑的，温润如玉，最是知冷知热。我觉得他真的很适合姐姐，我也觉得他挺好。姐姐，你真是有福气。你不知道，这半年来我在侯府的日子过得很不好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是世子夫人，宋琦当时那样执着的要求娶你，难道他待你不好？不光是他，姐姐你不知道，那侯府的家事简直比天书还难，我怎么做都做不好。婆母看我的眼神总是带着失望，当着下人的面就训我不够稳重，没个宗父的提动。他们看我年轻，又是庶女出身，背地里不知给我设了多少圈套。我今天在账本上栽跟头，明天在人情往来上丢丑，他们就躲在后头看我笑话。姐姐，你嫁过来就好了，以后咱们姐妹还是一家人，有商有量的。你主意多，一定要帮帮我。你不知道那日子有多难。就说上个月，府里苏姨娘的兄长没了，那苏姨娘可是父亲身边的老人了，婆子们来请我示下，问该给多少道银。苏姨娘是侯府的老人了，这种事确实得慎重。你当时是怎么批的？我特意去翻了以前的账本，账上明明白白写着姨娘的亲戚去世，给30两银子。我想着规矩不能错，眼睛都没眨就拨了30两过去。明月，你就真的错了？错了，我是照着账本给的，哪里错了？你只看了银子数，却没看身份。苏姨娘虽然得宠，可她是侯府的家生婢女，她的兄长说到底只是外院的一个仆役，这种身份按规矩只需给15两银子，那30两是给外聘进府有家世背景的姨娘亲属的。15两就差这么点，至于吗？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，是规矩。侯府里几百双眼睛盯着呢，你多给了，不仅是坏了宗法的度，更是给了那些老仆拿捏你的把柄。难怪那天婆母当着那么多丫鬟婆婆的面，一点脸面都不给我留，说我不知礼数，乱了方寸，让我好生没脸。姐姐，你说这群人可不可恶？那几个管事婆子都是经年的老狐狸，他们明明知道给多了，却一个个闭紧嘴巴装哑巴，就是诚心等着看我掉进坑里。姐姐，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
我才是宁远侯府名正言顺的世子夫人，他们一个个拿了我的银子，却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明月，这深宅大院里的弯弯绕绕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你以为他们只是在装聋作哑，他们这是在试探你的底线。你退一步，他们就进1尺。这些今年的老仆最是防不胜防。当初母亲便教导我，管家理事手腕不强，便只能任人宰割。你心太粗，性格又太直，那些女伴随便设个圈套，你就能兴冲冲的往下跳。你得记住，你是主子，他们是奴才，主子失了方寸，奴才就敢反天。姐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怕了。怕也要撑着。如果一开始总出错，时间长了，你在下人面前的威信就会散尽，底气一旦没了，后面的日子只会越发艰难。别担心，明月，你要时刻记着，你是宁远侯府的正经主子，谁也越不过你去。日后整个宁远侯府迟早都是你。日后，姐姐，我现在连每一天都不知道怎么熬下去。如果真的拿不准主意，你就多听多看，实在不懂的多问问婆母，她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只要她肯教你，那些刁仆自然不敢放肆。我哪里敢问啊，姐姐你根本不知道，婆母她打心底里就不喜我，平日里我去请安，她连正眼都不瞧我一下，只能得个冷脸。婆母竟然对明月冷漠到了这个地步，这怎么可能？上一世无论我做了什么，或者宋琦如何对我，婆母在家里下人面前也从未给我脸色瞧过，始终维护着我世子夫人的尊严。难道人与人之间真的还是要讲缘分？宋大人，快收收你那傻笑吧！从迎亲到现在，你这嘴就没合上过，也不怕把牙笑掉了？今日能娶到秋水，便是把牙笑掉，我也认了。哥们儿几个听见没？这还没进洞房呢，心就被勾走了。来，今日咱们不把宋大人灌懵，谁也不许走。夫人，二公子今儿实在太高兴了，被那帮大人惯得狠了。您瞧，这都醉得不省人事了。辛苦了，福到太我赠吧，你们先下去领赏。瞧你这傻样，平日里的严重都哪儿去了？你不是醉了吗？我不装醉，他们哪能放我回来陪娘子？此等良宵，怎可辜负？金陵虽远，却也是阿玉施展报纸的地方。这些东西你收着，出门在外别亏待了自己。阿玉这孩子有时候轴得很，你多费心，替我好好照顾他。请母亲放心，秋水定不负所托。秋水打小就没离开过我身边，这一去金陵，岳母在上，小婿今日立下军令状，此去金陵，小婿定会视秋水如性命。夫人醒了，这金陵的日子就是舒坦，没了京城那些请安的规矩，您睡到这会儿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娘子怎么醒了？不再多睡会儿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下人们都看着呢。你这脸皮真是比京城的城墙还厚。在这金陵，我就是这府里的天，我想黏着自家娘子，谁敢偏袒？秋水啊，你这夫君嫁的可真是好。你瞧瞧他，哪像个侯府二公爷，倒像是入赘到咱们家一样，连彩礼钱都没让咱们出。入赘，祖母，您这词儿用的绝了。宋大人，你这上门女婿当的可爱疼心。只要能在秋水身边，便是入赘，我也甘之如饴。大小姐，您瞧瞧，英儿小姐这眉眼，简直跟您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咱家公子疼得跟什么似的，昨儿个还念叨着要给小姐去寻那深海珍珠做压发呢。阿玉总是这样，生怕亏了我们母女。江明月，你进府1年多了，连个简单的岁除礼单都能弄得错漏百出，账面上平白无故少了300两银子，你竟敢说不知道？你这宗父是怎么当的？婆母，我只是不善算账。我看你是把心都放在外面了吧？我母亲说你不稳重，你便干脆撒手不管。管家你不会，侍奉你喊累。昨日我回府，管事说你又偷偷跑出城游玩了，你还有没有一点侯府夫人的体统？宋琦，当初是你费尽心思求娶我的，你喜欢的是那个在上元节跟你猜谜喝酒的江明月，不是这个在侯府算烂账看人脸色的江明月。我娶的是能持家的妻子，不是一个只会闯祸的泼妇。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。又是二小姐寄来的，奴婢听闻二小姐生了个小世子，取名宋泽，如今该是大喜的事儿。可怎么这信里，她和宋琦这日子过得磕磕绊绊，就没个清静时候？大小姐，二小姐寄来的信里说，世子爷最近在京城总拿您跟二小姐比，说您从前在江家时如何持家有方，嫌弃二小姐连个中秋赏赐都分不明白，真是可笑。世子爷这是在敲打二小姐呢。
怎么喝成这样？回夫人，世子爷今日兴致高，拉着二公子不停的灌酒，二公子也劝不住，就都醉了。秋水，江秋水，你站住！宋琪，你醉了，放手！你是不是上辈子就和宋玉好上了，所以这辈子才换了名字，宁愿嫁给那个窝囊废也不嫁给我？你可真狠心啊！看着我在京城受苦，你在这里享福。宋琪，若再让我听见你这些污言秽语，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回不了京城！滚！二公子，夫人，咱们英儿小姐真是越长越俊俏了。这金陵城里谁见了不夸一句是仙童转世啊？这都是秋水生的好。黄河水患年年是民生大计，我先前递交过治水3次，上峰有令，命我即刻起身去前线协助治水。水患无情，大地之上风急浪高，阿玉你千万要小心。人手和物资我都给你备得足足的，切莫逞强。我更担心你和嫣儿。金陵虽安稳，但水灾过后多疫病，我在大地上一定好好照顾自己。乖乖等我回来。夫人，京城长宁侯府来信了，说是老侯爷病重垂危。上一世也是这个时候，长宁侯偶发旧疾，缠绵病榻1个多月后就去世了。随后宋琦承袭了爵位，我若不去，这便是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了。去给大堤上的二公子送信，告诉他老侯爷病重的消息。我们立刻收拾行李，带着婴儿回京试京。夫人，二公子回信说什么？阿玉说大地的水患已经控制住了，他很快就能回京会合，让我们在侯府等他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不知为何，这一路上我眼皮直跳，总觉得有什么极其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。夫人，您多虑了，这不是快到京城了吗？这真的是明月吗？奶娘，带2个孩子去屋里玩吧，这里风大。明月，这段日子辛苦你了。无妨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明月，你老实告诉姐姐，这1年来是不是出了什么烦心事？你瞧瞧你现在的样子，怎么连点精气神都没了？你连20都还没到呢。姐姐你气色倒是极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妹妹，我是姐姐呢。我想和离。你说什么？明月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和离是多大的事儿？你怎么和母亲一样都爱大惊小怪？我和宋琦真的过不下去了。姐姐，你以为这半年我只是在管家上吃亏吗？去年他公然从外面领了个姨娘。姨娘？我听说了，是那同僚所赠的清贫人。什么清贫人？不过是扬州府调教出来的瘦马，一身的狐媚手段。他动辄就在那贱人面前摆世子爷的架子训斥我，说我连个妾室都不如，我受够了。那姨娘如今在府里已经敢给你脸色看了，她算什么东西？可宋琦护着她，姐姐你说我图什么？我在这府里熬尽了心血，最后换来的是她的一句无能，我真的不想再耗下去了。姐姐，你不知道这几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宋琦他现在连看我一眼都觉得厌烦，只要他进屋不出3句话准会吵起来。他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回来还要冲你发火。何止是发火，前些日子他为了那个瘦马姨娘，当着满院子下人的面骂我毒妇。那婆母呢？她总该主持公道。婆母，她如今对我意见大得很。她觉得我既管不好这侯府的账，又拢不住丈夫的心，还把嫡长孙教得畏畏缩缩。你想和离我能理解，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有爹在，和离的事并不容易。爹最疼我们了，难道他眼睁睁看我死？这世道对女子本就不公，我们要走也只能曲线救国，不能硬碰硬。退一万步说，就算你真的躲开了，泽哥哥该如何？他是侯府的嫡长孙，宋家绝不可能让你带走他。你若是走了，这侯府日后就是那姨娘的天下，到时候泽哥儿没了亲妈护着，在这深宅里，他的处境可就难了。明月，这世上男人的心若是抓不住，确实让人寒心，可若是因为抓不住一个男人就丢了命，那才最不值。有人疼自然是好，可若是抓不住那个人，你就得死死抓住手里的钱财和这世子夫人的名分。熬出头，像个活死人一样在这里熬一辈子吗？我不甘心，姐姐，我不甘心啊！才过了几年，宋琦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。当初我真是瞎了眼，为什么会相信他的那些甜言蜜语？只可怜了我们的泽哥，要在这种家里长大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在他的书房里，在那堆被锁起来的画卷里，找到了你的画像。宋琦，你明知他心里的人是你，你明知他求娶的人是你，为什么当初还要推我进火坑？为什么？当初我报你名字的时候，你明明知道后果的，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跳进来？明月，你清醒一点。原本你房里的私事，我身为外嫁的姐姐不想过多掺和，免得惹人闲话。可你今日这些话，实在是太没良心。没良心，是你眼睁睁看我跳进来的。够了，你怪我没阻止你。那你告诉我，3年前的上元节，背着父母偷偷溜出门玩的人是谁？
在那花灯会上招惹了宋琦，引得他上门提亲的人又是谁？当初在外面闯了祸，你怕爹爹责罚，就自作聪明的报了我的名字。你有想过后果吗？那是婚姻大事，不是儿戏。若是当时真的阴差阳错弄乱了姻缘，让我替你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，你不是害了我一生吗？提亲之后，我曾不止一次的问过你，是你亲口告诉我，你说宋琦有趣，你说你喜欢他，你甚至怕我不答应。若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咱们江家好歹也诗书世家，何至于落个卖女求荣、贪慕侯府富贵的生命？这路终究是你自己选的。大小姐，您慢着点。二小姐刚才那些话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她那是被逼急了。这条路是明月自己选的，我虽不怪她，可我也没想到，口口声声求之不得，到手了却弃如敝履。这世上怎么能有宋琦这般卑鄙无耻之人？秋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宋世子，自重。你刚从他那里出来，他进来就是这般无理取闹，见谁都拉着一张苦瓜脸。你少理会他便是，没得过了晦气。无理取闹，妹夫就这样对待我妹妹，是欺我们江家无人吗？秋水，你明知我心意，当初若不是因为……够了，宋琦，你当真让人恶心！你不装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宋琦，你怎么敢提上一辈子？你怎么有脸提？你让我上一世过得生不如死，这辈子还要害我妹妹过这样的生活？你让她守活寡，看你的冷脸，受姨娘的气，你凭什么？你到底凭什么？我凭什么？江秋水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我上一世举案齐眉，夫妻恩爱，咱们的孩子聪慧懂事，你为何如此恨我？举案齐眉，那是你以为的举案齐眉。我告诉你，宋琦，上辈子嫁给你后，我没有一日快乐，没有一日舒心，我最恨的人就是你。所以你才在提亲那天特意提醒媒人换了名字。这次我刚想起上一世的回忆时，发现母亲已经去提亲了。当时我也曾挣扎过，我想过将名字改成明月，或者将错就错，若能再与你携手度过一生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我想好好珍惜你的，可你竟然把名字改了过来。既然你如此，我便顺势而为，成全自己一次。可你相信我，秋水，我从未忘记过你。这么说，我应该感激你，感激你这个做大脖子的，对自己的弟媳念念不忘。秋水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可我真的没想过，原来明月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她不会管家，那府里的账目被她弄得一团糟，连个请安的规矩都学不会，只会惹我母亲生气，甚至连府里的下人和姨娘都能把她耍得团团转。最可恨的是，她连孩子都管不好，弄得泽根小小年纪就畏畏缩缩，站在人前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简直上不得台面。秋水，我毁了，真的毁了。直到现在我才明白，一时的有趣比不上长久的贤良。这世间只有你才是和我最相配之人。宋琦，你到底有什么毛病？当初我不愿意承认想起上一世，就是因为我从没想过要再跳一次火坑。我好不容易才爬出来，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回去？如果你还有半分理智，请你看清楚我是谁。我是你弟弟宋玉的妻子，是这侯府的二夫人。不，还可以挽回的。秋水，你就算不为了我想想，也该想想我们上一世的孩子啊！那可是你亲生的骨肉，你难道舍得让他这一世就这么消失吗？拿孩子来要挟我，宋琦，你果然已经烂到了骨子里。秋水，你当真忘了吗？你进门第2年，我亲自去给你寻的暖白玉手镯，还有那年除夕，咱们一同在廊下看着泽儿守岁，那些日子你分明是笑的。宋琦，你念叨的这些过去，正是这辈子我最厌恶、最想忘怀的东西。看着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我如今倒是有些明白了，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让任何人幸福的能力。我还记得上一世宋家登门提亲时，我确实很高兴，只觉得这门亲事如同天上掉馅饼一般。可后来成婚前，母亲偶尔也安排我们隔着屏风远远的看上一眼。我和明月虽是亲姐妹，长得很像，但气质迥然不同。你宋世子博古通今，眼力绝佳，当年真的是完全没发觉自己认错人了吗？如今想来根本不是，你当时根本就认出来，你只是顺水推舟，觉得我身为江家嫡长女，外祖家更是氏族，娶了我，对你世子的前途，对有女侯府的门第最是有利，我们的婚事也会更顺利。可新婚之夜后，你发现我这个嫡女太过顺从，索然无味，你既想要嫡女带来的权势，又想要庶女那般有趣的灵魂，于是你开始不满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种愤懑积累成山，你甚至把你一切的过错通通推在了我身上。宋琦，宋玉曾跟我提过你们小时候一起画竹的事，那时候侯爷教你们兄弟2人作画，几日后，宋玉交出了一幅他满意的画作，侯爷大加赞赏，甚至让人装拔起来。而你呢？你画了无数张，却始终选不出一幅满意的。你总觉得叶子的颜色太淡，或者竹竿的形态不够优美。其实并不是画不好，而是你这个人极度自卑又极度自恋。因为你贪心不足，因为你永远觉得还没到手的才是最好的，所以你才会始终求而不得，陷入这种毫无意义的循环。宋琦，你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，即便得到了，你也永远不会珍惜。秋水，无论如何我会得到你。你以为你还能回金陵吗？你以为宋玉能来接你吗？宋玉他不会回来了。我承认
我上一世错过了你，是一场弥天大错。可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再放手，我不会再错了。上一世宋玉也是这个时候奉命去金陵治水，虽然他当时安然无恙的回来了，可洪涝无情，大地之上处处都是危机，谁也说不准会有什么意外。所以这一次我找了合适的人过去。大水决堤，失足落水，总归是有万般死法的，只要大地上有一丁点机会。你疯了，你这个疯子！为了你，这一切都值得。到时候这侯府我说了算，宋玉在不在又如何？他若死在治水的任上，那是为国捐躯，我会亲自上书为他请功。至于你，我会名正言顺的照顾你，到时候你依然是宁远侯府名正言顺的侯夫人。你想想，明月根本不会管家，整日弄得后院乌烟瘴气，但你会。明月没本事哄我母亲开心，但你可以，你就和上一辈子一样，帮我把这侯府管得井井有条，帮我教管孩子，侍奉母亲，咱们还可以生很多很多孩子。我保证，明月也会开心的。宋琦，你当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！我告诉你，宋琦，就算宋玉真的遭了你的毒手，就算这全天下男都死绝了，我也绝不会委身于你。像你这样狼心狗肺、残害手足、抢夺弟媳的畜生，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。来人，二夫人长途跋涉累病了，送她回院子好生歇息。没本上子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放她出来，更不许她与外界通任何书信。秋水，别再闹了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咱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你等我。宋琦，你还记得上一世你41岁那年犯的那场差点要了命的喘疾吗？我当然记得，那天夜里，我以为我必死无疑，是你及时冲进书房，发现了几乎断气的我。秋水，上一世你终究是心里有我，否则你不会救我，所以我更不能放开你。这一世我会把欠你的都补回来。救你，宋琦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。我告诉你，那天晚上我从来没想过要救你。宋琦，你以为上一世我舍不得你死？错了，我当时恨你恨得要死，我甚至就站在暗处，亲眼看着你在书房地上挣扎抽搐求救。你最后还是叫了人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后来救你是因为我不想脏了自己的手，我不屑为了你这种烂人背上人命债，让你这种人死在我手里是对我的羞辱。从那天起我就明白了，我早就不爱你，我甚至对你起了杀意。你的冷漠，你的卑劣，你的虚伪，宋琦，你所谓的爱不过是永远盯着得不到的影子。说是不怕死你就留下了，否则我总有一天会让你后悔莫及。哪怕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走。江秋水，大不了咱们就纠缠到底。大小姐，这可怎么办？奴婢方才去拍门，那守卫说世子爷下了死命令，连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。宋琦这就是算准了时机，公公病重，婆母也卧床不起，这府里现在没人能压得住他。他这是要关您一辈子吗？不，他没那个胆子关我一辈子。只要婆母病好了问起我，或者我娘家发现不对劲找上门，他总要放我出来。他现在关着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不想让我和阿玉联系上。他派去的人肯定已经动身了，多耽误一个时辰，阿玉就多一份危险。二夫人，您就别费劲了，世子爷说了，这几天您就在这儿给老侯爷诵经祈福，哪儿也别想去。坐以待毙就是死路一条，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想办法出去。大小姐，您说怎么做？奴婢豁出命去也帮你。宋琦以为把我关在这偏院就能只手遮天，他忘了这宁远侯府的一草一木曾在我手里握了整整一辈子。刚才锁门那个婆子，我瞧着眼熟，应该是宋琦院子里的赵婆婆。那是世子的心腹啊，她能听咱们的。心腹？这府里哪有什么绝对的心腹？只要策反了她，放我出去，我就能立刻回娘家求救。只要我父兄带人赶去大堤，宋琦派去的那些杀手就翻不了天，阿玉就有救了。大小姐，这么快就有人来了？难道是世子爷回来了？他若敢进来，姐姐，明月，你怎么会？姐姐，我都听到了。宋琦那个混账，他疯了！他在书房里自言自语，说要杀了宋玉，还要把你永远锁在这里。他简直就是个疯子！你别怕，我来救你出去。姐姐，宋琦方才在书房把自己灌了个烂醉，这会儿正发酒疯呢。院子里的守卫被我用老夫人的名义调开了一半，你趁这个机会快走。那你呢？还有婴儿和泽哥，婴儿我会亲自带到我屋里照顾，泽哥也在我这儿。宋琦醒了，若是发现，他会伤害你的。如今他已经不是个正常人了，他虽疯了，可他到底还是个官。姐姐别再耽误时辰了，快走！侯府西角门外，我已经托心腹备好了快马。你看，我也不是一无是处，对吧？明月，你听着，你从来都不是一无是处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好妹妹。姐姐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明明说那些道理是为了我好，我只是在这侯府里过得太苦了，我才把气撒在你身上。
对不起，别说了，我都懂。明月，我都懂。明月，你再等我几日，姐姐定会亲自回来带你走。这侯府，咱们不待了。姐姐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在这儿等你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大小姐，巡逻的家丁要过来了，驾！开门！快开门！父亲，母亲！秋水，天爷，你怎么这个样子跑回来？出什么事了？孩子呢？婴儿呢？父亲，别问孩子了，婴儿有明月护着，宋琦疯了。快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快去救宋玉！立刻集结府中所有能调动的护卫，带上最好的快马，去宋玉宋大人治水的地方，不惜一切代价救人。阿玉，你一定要等他们赶到。这可怎么好？你妹妹还在那狼窝里待着，2个孩子也都在她手里。当初我就该看出那宁远侯府不合适，若是不结这门亲，明月何至于遭这种罪？您别自责，当初宋琦并未露出真面目，且您若拦得紧了，外人少不得要议论您这后湖对庶女不公。刚才逃出来时，我看着明月那副形容酷好的样子，真恨不得拉着她一起走。明月，她也长大了，我们一定要把她救出来。秋水，喝口热汤吧，你打昨儿个回来就没合过眼，这样熬下去，身子哪受得住？娘，我不敢闭眼。夫人，大小姐都站了2个时辰了，随她去吧。秋水，我回来了，别哭。你没事？宋琦的人，我早就发现我哥对你心怀不轨，却没想到他真的这么狠心。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秋水，之前我做了个很长的梦，在梦里我好像已经默默守护你很久很久了。宋玉，你竟然没死！你带兵围堵兄长府邸，你想谋反吗？兄长派人往大堤决口处推我下水时，可曾想过我是你胞弟？你通敌陷害朝廷命官，该当何罪？明月，带孩子出来。江明月，你敢背叛我？背叛？宋琦，你活该！夫人将士，今日以期首告，状告宁远侯世子宋琦陷害亲弟，霸占弟妹，忤逆十恶，求大理寺做主。宁远侯府世子宋琦丧德败行，忤逆十恶，请陛下御批，判斩立决。困在那侯府内宅一辈子，如今能跟你们去金陵，倒也是我的福气。想必你那外祖母定是个好相处的。母亲放心，金陵风光好，咱们往后再不理这些京城俗事。明月，日后安好。姐姐放心，我带泽儿去过安稳日子，大好姻缘可能只是晚些才到。见明月和孩子得到了安稳的幸福，见宋玉在我身边不离不弃，我终于觉得不负此生。明日便要行刑了，你先前传信给二夫人求见最后一面，二夫人拒绝了。他当真连一面都不肯见我。世子妃没来，只给你带了8个字。上面字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